为什么富人会越来越富，穷人会是越来越穷？有很多人将这归咎于穷人和富人的追求不同，认为穷人沉迷多巴胺，富人则追求内啡肽。像平时很多人控制不住的刷短视频，一局又一局的打游戏、喝酒、吸烟、购物等等，从中获得了极大的爽感，让人感到快乐并沉迷上瘾。这其实就是大脑的多巴胺作祟。内啡肽则是需要经历一个长期努力的过程获得的快乐，比如长跑、健身、学习等等，过程很痛苦，但累完之后也是快乐的，获得的东西还是永久的，有更大的成就感。多巴胺和内啡肽给人带来的是两种不同的快乐，可以说是穷人追求的大多都是低级趣味，图的是一时的感官舒服，富人则追求高级满足，精神丰富，这是最残忍的社会现实，最无情的命运。人类是具有丰富情感的动物，快乐、悲伤、恐惧、愤怒这些情绪都和人体内的化学激素有关。而人体内产生的快乐激素就包括多巴胺、内啡肽、血清素等等。大家最常说就是多巴胺，这种脑内分泌物和人的感觉、情欲有关，不仅能左右人们的一些行为，还会给人传递开心、兴奋的信息。当我们经历新鲜、刺激或者具有挑战性的事情时，大脑就会自动地分泌多巴胺，在多巴胺的作用下，我们就会感到愉悦、快乐、满足。或者当我们有强烈的欲望去干一件事，并且做出某种行为的时候，大脑同样会分泌大量的多巴胺，驱使你继续满足自己的欲望，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快乐。多巴胺为此曾被很多科学家称为快乐分子。不过后来经过实验证明发现，比起传递快乐，多巴胺的本质更像是一种奖赏机制，是我们期待奖赏的感觉，是人的一种欲望。比如我们在一条又一条的刷短视频的时候，视频可能会让我们感到快乐，多巴胺的奖赏机制就会给你传递下一条更好看的信息，然后促使你一个又一个的刷下去，不知疲倦，这就是多巴胺的作用。再比如抽烟的快感，刚开始是1根2根，后来是2天1包到1天1包，毒品、色情、赌博其实都是遵循这个逻辑，让你止不住的上瘾。这种让人感觉良好的多巴胺似乎就成了人们很难抗拒的诱惑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1995年，美国旧金山召开了一场由500位富豪和政治家组成的精英会议。会议认为，全球化的发展将使贫富差距迅速拉大，阶层矛盾激烈增加。如何让穷人安分守己？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，只需要像喂婴儿奶嘴一样，为穷人提供源源不断的娱乐就行了。这就是著名的奶头乐理论。这种奶头乐的背后其实就是多巴胺陷阱，在给人带来的爽感的同时，又像是一种廉价的毒药。反思一下现实中，你有没有发现这样的现象？当你想认认真真做点正事的时候，总会有各种因素干扰你。学习没一会，你心痒难耐，想打2把游戏，然后一打就是2小时。工作刚开展，你又忍不住点开某短视频，然后一刷就是老半天。其实这些奶头乐的背后都是多巴胺陷阱。多巴胺是一种神经质，它能够给人带来及时的爽感，但同时它又像一款廉价的毒药，让你在快乐中不断沉沦。相反，内啡肽需要人克服本能才能艰难获得，但一旦拥有，你就会享受到自我提升的巨大满足。内啡肽和多巴胺都是能给人带来快乐的物质，能影响人们的心情，但又有很大的不同。多巴胺式的快乐通过吃吃喝喝、打打游戏、刷刷视频就能享受到，内啡肽式的幸福可不是这么容易就能得到的。内啡肽激素给人们带来的是一种真正持久的快乐，所以内啡肽也被称快感激素或者年轻激素。拿运动上瘾来说，运动本身就可以促使人体的大脑分泌内啡肽，让人在运动过后感到身心舒畅，充满活力。在长跑的过程中，很多人在一开始会感到非常累和疲惫，但坚持跑下去，过了一个时间点之后，身体就不会感到很累，反而很轻松。这就是因为当运动量到了某个阶段之后，
体内就会分泌内啡肽，在内啡肽的加持下，继续跑步就变得轻松了，同时会让你感到快乐，很有成就感，而且这种快乐会更持久和健康。除了跑步，内啡肽的作用也会体现在读书学习上。刚开始坐下来看书的时候，我们可能会感觉很枯燥，但当一段时间过去之后，我们就会习惯沉浸其中，学到的知识又会让我们感到充实和开心。所有需要努力、需要经过痛苦才能实现的事情，内啡肽往往都会在其中形成一种正向的上瘾加持，让人可以坚持下去，形成一种良性循环。只不过比起很容易就能产生的多巴胺，内啡肽的产生就比较吝啬，它是要经过汗水和心血，需要一定的时间和强度才能换来的。对应到现实生活中，多巴胺上头可能给人们带来的是游戏上瘾、刷视频上瘾，内啡肽则是以读书、学习、提升自己为快乐，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这个社会最残忍之处在于，穷人都沉浸在多巴胺的爽感中，而富人却在逼自己追逐内啡肽。21世纪最值钱的是什么？是时间。谁能赚到别人的时间，谁就能赚到别人的钱。谁的时间被浪费，谁就注定沦落贫穷。因为每个人的时间都是有限度的。如果你把精力用在提升自己、精进技能上，那么你的价值自然会水涨船高。如果你把精力都花在了娱乐上，你在提升自我上的时间就会被大量压缩。于是在悄无声息之间，你就会被彻底废掉。陈霄汉出身农村，家庭条件不算太好。2012年的时候，他拼尽全力考上了上海一所985高校。如果按照命运正常的走向，未来他会谋得一份不错的工作，过上不错的人生。但进入大学之后，一切都发生了巨变。当时同寝室有个室友是个富家子弟，他常常带着各种游戏机在寝室疯狂厮杀。陈霄汉从未见过这么时髦的玩意儿，于是在室友的怂恿下也玩了2把。没想到2局游戏让他经历了虚拟世界里杀戮的快感，于是他越玩越着迷，后来直接在网吧一熬就是几个通宵。到了大4，身边所有人都开始出去找工作，唯独陈霄汉一直没有动静。他要么住在网吧，要么躺在宿舍靠零食和网络慰藉自己。时间一晃过去了好多年，为了游戏，陈霄汉欠下几10万的外债，每天活得焦虑不堪。大学同学们要么过得风生水起，要么安稳度日，唯有他一手好牌，最终打得稀烂。回首往事时，陈霄汉写下这样一番话：废掉一个人的所有事物当中，最可怕的，其实不是贫穷本身，而是那些让人无法察觉的诱惑。它会缓慢侵蚀你的思想，蚕食掉你有价值的东西，最后把你完全颠覆，成为一个废人。作家李尚龙也说，在大城市里，搞废一个人的方式特别简单，给你一个安静狭小的空间，给你一根网线，最好再加一个外卖电话。好了，你开始废了。因为那些眼花缭乱的短视频、直播、游戏会让你不断的分泌多巴胺，一时分泌一时爽，一直分泌一直爽。当欲望被劫持，大脑不断受到刺激，你就会不自觉成瘾。不知不觉中，你会忽略了时间的流逝，渐渐满足于自己的现状。而当你把时间都用在享乐上时，你就永远不会再想着改变当下的生活。久而久之，你就注定陷入贫穷的困境之中，难以翻身。哈佛商学院曾经做过一个调查，发现了一个反差极大的现象：越是富人，越是精英阶层，他们的闲暇娱乐越喜欢采用补充型方式，比如阅读、学习、运动；而越是底层的穷人，他们越喜欢采用消耗型方式，为自己提供快乐，比如打麻将、玩游戏、看肥皂剧。不同的娱乐方式造就了命运的天差地别。曾经有一部记录股神巴菲特的片子，叫做《成为沃伦·巴菲特》。在这部片子里，巴菲特并没有提供什么快速致富的秘诀，他只是不停地在看书、读报。普通人在看电视的时候，
他在逼自己看枯燥的学术资料；普通人在打游戏的时候，他在逼自己吸收最新的财经知识；普通人在刷短视频的时候，他在逼自己学习最先进的财富理念。他会在每天早上7点前准时起床，然后花5-6个小时阅读各种新闻和财报。他的办公室没有电脑和智能手机，只有深厚的书籍和一桌子摊开的报纸。没错，摒弃低级娱乐，保持终身阅读与学习，就是巴菲特的成功秘诀。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博士亚当·阿尔特也说，那些生产和设计高科技产品的人，自己绝不会上瘾，他们总是把时间花在更有价值的地方。像成功的演员、企业家和艺术家，在拥有梦想中的金钱和名望之后，他们还是会继续工作很长时间，追求更大的成功。精英阶层、富人也绝对不会把时间用到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娱乐上面，让自己沉迷于多巴胺带来的快感，而是不断地追求内啡肽。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就曾被记者问到：“您的孩子应该很爱玩 iPod 多功能数字多媒体播放器吧？”让人感到意外的是，乔布斯表示，他们没用过 iPod， 我对孩子在家使用科技产品进行限制。比尔盖茨同样提到过，我们家13岁才让孩子用手机。推特创始人没有给2个儿子买过平板电脑，孩子们放了学总是在补充各种精英课程。游戏设计师对魔兽世界避之不及，很多硅谷巨头下了班压根不靠近电子设备。如果你观察身边有钱人的生活，你会发现，很多富人明明很有钱，可还是发奋工作，不去享受放松；明明身材很好了，可还是常年克制饮食，坚持健身；明明学历很高了，还要读书学习，不断提升自己。为什么？因为富人明白，多巴胺的爽感太廉价了。如果你沉迷在低级快乐之中，再多的财富也会在一次次的舒适里消耗殆尽。相反，获得内啡肽的过程虽然痛苦，但强者要的就是征服。你只有一次次地逼自己去做那些令你痛苦的事，去做枯燥但是有价值的事，如此你才能将财富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，才能过上如鱼得水的生活。亚里士多德曾说，在追求快乐上，和动物相比，人追求的快乐应该更高级和伟大。多巴胺是动物性的爽感，但久而久之只会消磨你的时间，让你的人生变得空洞乏味。内啡肽是痛苦后的补偿，需要你费尽心血才能得到，却能为你带来脱胎换骨的改变。如何追逐内啡肽，改变现有的困境？3个建议送给你。1. 忍别人之不能忍。身处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，几乎每个人都在及时的快感中沉沦。但其实，只要你能比别人多忍耐一点，差距就会拉大一点。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是怎么成功的？大学的时候，别人约会谈恋爱，他看书敲代码；别人打牌玩游戏，他看书敲代码。他说，为了避免平庸，一定要拒绝拉着你走向平庸的那些压力、诱惑。所以，如果你周围的人都在放纵，你却选择了克制；周围人都在摆烂，你却选择了奋斗，那么日复一日，你自然能卓然出众。2. 恨别人之不能恨。那些能让你分泌内啡肽的事情，过程从来不会太轻松。村上春树刚开始跑步的时候，每天早上4点半就起床，30分钟下来，累得汗流浃背，气喘吁吁，几近窒息，也要坚持跑下去。文学创作时，独自待在房间里，从早关到晚，最简单的初稿都要反反复复改8遍。这个世界哪有什么轻而易举的成功，哪有什么不劳而获的成绩？人生的路就是这样，你对自己狠一点，生活才能对你好一点。3. 成别人之不能成。这个世界，凡是那些让人堕落的事情，反馈机制都特别快。看10秒钟的抖音段子，你就能笑到抽筋；吃几口甜品、零食，你就能觉得无比满足；打2把游戏，你就能意淫出战胜世界的征服感。但这种愉悦会让人逐渐沉沦，最终一事无成。相反，
所有上进、牛逼的事情，反馈机制全都是非常慢的。健身一次不会为你带来6块腹肌，但1年可以；看一本书不会为你带来什么认知上的改变，但看1000本可以。凡事不坚持，就尝不到内啡肽带来的甜头。咬牙多挺一会，遇事多扛一阵，命运的结果就会大不相同。人在天赋上差距并不大，但最终的成就却相去甚远。除了境遇、运气等，最根本在于有些人走在了追求多巴胺的路上，而有些人却选择了内啡肽。多巴胺和内啡肽最大的区别就是一个是先甜后苦，一个是先苦后甜。在多巴胺带来的快乐中沉沦，那最终回报你的只会是生活中的苦；在内啡肽带来的痛苦中修炼，那最终回报你的必然是生活赐予的甜。永远记住，不要让那些低级的快乐拖垮你的人生，更不要在温水般的生活里变成一只熟透的青蛙。追求快乐是人的天性，不同的社会阶层对快乐的追求和对时间的态度也确实会有所不同。多巴胺和内啡肽都能让人感到快乐，但通常多巴胺带来的快乐是短暂且没有实际意义的。追求内啡肽则是在提升自己、促进个人成长的过程中感到快乐，这种快乐是持久健康的。很多人因此认为沉迷多巴胺容易使人堕落，要戒掉多巴胺，但在某些时候，多巴胺的存在又是必须的。多巴胺和内啡肽可以共存，并不是只能二者取其一。我们在追求内啡肽的同时，也可以享受多巴胺。适量多巴胺，注入更多内啡肽，或许才是更好的生活方式。不过人生苦短，每个人都有自己对生活的态度，也不是简单用多巴胺和内啡肽就能区别和定义的。做一个时时精进自己的人，去克制，去提升，去坚持，你的人生才能真正迎来阶层的变迁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